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以恩。在我们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请先帮我按下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之后有任何的新的内容，你都会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从零开始，快速上手。我们要来安装 Vue，Vue 提供了两种安装的方式，是 Vue 应用程式跟从 CDN 载入。如何建立 Vue 的应用程式专案？这边非常重要。在建立专案之前，我们必须检查我们的电脑环境。要以安装 Node.js，建议使用 LTS 的稳定版，是20以上到22版本，这中间都可以使用。然后我们要在 command line 下 Node-v 这个指令去检查。我们等一下在范例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操作。我们要透过 Vue 的官方推荐的 Vue Create 来建立 Vue 的应用程式专案。这个 Vue Create 会带领我们透过问答的方式，可以快速建立 To Vue 的应用程式的专案。Vue 官网提供了4种现在的套件管理的程式。我把这一些都列出来，在这边，你想要用什么都可以用什么。我们执行 Vue Create 的命令之后，会进行问答的方式来设定你的 Vue 的应用程式的专案。这边第一项看到 Project Name，就是设定你的所需要的 Project 的 Name。你的专案的名称，例如 my view app。第二项是 add TypeScript 的格式，这个虽然现在也是主流，只是如果你是初学者，我们可以先选择不要，单纯可以只用 Vue，然后 JavaScript 的方式，是不是要支援？要不要增加 JSX 的档案的模式？我们这边一样设定 No， 因为我们不用React 的格式。Add Vue Router for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我们这边要选择 Yes， 我们要做多网页的网站。At Pioneer for the State 的管理 Vue 推荐使用状态管理的工具。接下来下2个都是要测试的套件，第一个是 vtest 都可以使用 vtest end-to-end 的 test， 我们选择这一个。我们这边要让所有的程式都一样，我们要来安装 ESLint， 然后让你的程式码的品格能够一致，风格要一致。我们要安装这一个程式码的美化程式码的套件。这一个我们先不要装dev 的 tools， 我们先不用装这个套件。当我们建立完专案的时候，还需要安装套件，就可以把网站执行起来。这边一样列到了4种套件管理程式的执行的方式。这边有4种，你可以挑你所需要的。第一行是cd 你的专案名称，这个就是进入你的专案的里面。然后第一个这个 npm install 这一行是安装所有的所需的套件。npm run dev
这边就是执行那个测试环境的网站，把它执行起来，其他的都大同小异。实作建立 Vue 应用程式。我们现在要来开始实作，所以我们现在先打开网页，然后在 Google 这边搜寻 Vue， 然后我们按 Enter，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第一个就是 Vue 的官网，我们点下去。我们点下去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这样子的界面。因为我的那个要呈现的时候，网页的大小比较小，所以是类似手机的版面，所以我们点这个，用 Docu， 然后我们用那个这边那个 Quick Start， 然后这边讲的很多的资讯，如果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然后这边特别重要的是，他说要建立那个专案之前，要先确认你的那个 Node.js 的版本。那我们来检查自己的 Node.js 的版本是多少。所以我们切换到 Command 我们的终端机的视窗，然后我们下 D Node-Vue-V，然后有看到我们这边的版本是 V22.2.1， 我们这边就不介绍怎么样去升级 Node.js 的版本。你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上网 Google， 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有很多的教学。所以我们现在先回去官网，然后这边就出现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执行建立专案的命令。我们按复制，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终端机，然后我们按下去，这边就是要输入我们的专案，我们刚刚专案叫 Vue， 然后 dash my project 好了，然后请选择你要的功能。刚刚说这个 TypeScript 是先不重要，通常我都会先把它装起来。然后这个 React 的档案格式我不需要，Router 的功能我需要，然后 Inia 的功能我也需要，然后 VTest 测试程式的我也需要， End-to-End 的测试我也需要，错误防御的这个机制我也需要，程式码格式化我也需要，所以就只有 React 的我不会把它安装进去。然后这边就是要来选择你所需要的测试的 end-to-end 的框架，我们选择 Playwright 这个测试套件。这边我们就不需要，我们就按 Enter 确认。我们这边就先选 Yes， 然后这边它已经建立完了，然后它叫我们输入这些的那个程式的指令，然后来建置所需要的套件。这个应该是把程式码格式化，然后就开始 run dev 的环境，然后这边是把我们的程式码让它能够有程式码管理一个卡密的动作，提交你的程式码为第一个版本。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专案的资料夹，然后我们就输入我们输入这个，然后我们就等待它安装完毕。然后我们现在安装完毕了，然后我们也执行他说的 npm run format， 一下就结束了。那我们用那个 VS Code 来开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安装完毕。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专案的基本的设定。这边就安装了我们所有的网站所需要的套件的详细记录。然后这个 scripts 就是记录我们能够用 npm run 的所有的指令，就是把它建置在这边。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这边。
我们回到 src 通常就是放置所有的程式码的位置。那我们这边 app 点 view， 这就是组件化的档案格式 ，view 特有的元件化的档案。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它这边 script 里面就是要写你的程式 script set up 的这一个地方。然后这边 language 设为 TS， 就可能够支援 TypeScript 的格式。我们这边我们要来先制作一些功能，所以我们先来把 dev 的伺服器给 run 起来，一样 run， 然后 dev， 然后按 Enter， 然后这边你会看到已经启动了，然后我们只要复制这个，然后我们回到网页按贴上，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建立的专案已经完成。你现在可以开始编写你所需要的功能，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来试做一些功能。最常做你会看到就是 Hello World 字的呈现的功能，我们来试一下。我们要先 import 那个 view 的程式里面的响应字函式，我们来建立一个 message。我们一样就是使用 ref， 我们给它一个字串的型别，然后我们把 hello world 打进去，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一个会响应式的变数。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 message 显示在网页上面。我们在这个 it 后面使用2个大括弧，我们这样子可以把我们设定进去的变数给显示出来。然后我们打 message， 然后这样子就会出来了。我们这边就出现 Hello World 的字串。然后我们再来做最常做到的一个叫做 count 的计数器，我们来设定一个常数叫 count 等于 ref， 这一次我们就要给它数字的型别，预设值我们给0，然后我们在这下面按 div， 然后我们打 count， 然后冒号一样2个大括号，我们打 count。按存档，这时候你就会看到它已经被显示出来，在你的网页上就会呈现 count， 然后冒号0。接下来我们再来增加一个 button， 然后我们 button 里面的字叫做 click，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 button 的 click 事件给它绑住，让它累加 count 的值。这样子就做好了。网页上面多一个 button 的按钮，你按它一下，它就会累加1次。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结果，我们按1次 click， 它就累加1个，然后马上就响应。你只要做那个动作，响应跟重新渲染都是 view 自己来做。然后我们再按第2次，你看这样子就很简单的就可以完成你所需要的功能。所以我们按照前面的步骤，你可以制作你的 Vue 的应用程式的网站，你就可以在这上面做你想要做的功能。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的内容。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或是单纯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一定帮我点个赞，并分享出去，这对我的频道成长是最大的支持。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